大家好，我是 Lily。今天我们来说 RSP。每到年底的时候呢，就会接到很多询问 RSP 的邮件和电话。一般呢都是问有多少收入应该买多少 RSP。似乎呢这是一个可以通过简单计算就有标准答案的问题。那我的回复呢总是不能让人满意的，因为我都是说没有标准答案。如果实在要计算的话，就需要约时间收费咨询。因为我需要获取除收入之外的很多关键信息，才能根据客户的偏好来给出一些建议。我同时呢也会告诉他们，这个咨询呢其实是没有必要的。我的免费建议是呢，如果您觉得今年收入相对其他年度特别高，就买到您觉得相对自己不太高的水平就好。这样很多人就很不理解了。那我今天呢就来一起具体解释一下。那今后有同样的问题呢，也可以直接推送这个视频。那首先呢，很多人呢都是说我并不需要很精确，你算个大概的数字就可以。我觉得这只是举手之劳，但其实这不是精确度的问题，而是太多的未知条件，所以呢是不可能估计的。对于我来说呢，这个购买的上限可以是你的全部收入，而下限呢可以是0，这就可能跟你固有的观念呢是完全不同的。大家都知道的是呢 ，RSP 是可以抵税的。那取出的时候呢要交税，购买的时候呢有 contribution room 的限制。那下面呢我就我的视角了来分析一下大家的问题。那第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呢，就是说我今年收入大概是多少多少，请帮我算一下买多少 RSP 不用交税，或者是说交一个正好的税。那我们就这个问题先来说一下。首先这个是说不用交税，买多少 RSP 不用交税，还是不用补税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但是无论如何呢，这两个目标呢对我来说都是错的，所以对我来说呢它是没有意义的计算这个东西。即使是有意义，这个计算呢也是计算不出来的。因为呢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，我只知道的是你买到应税收入呢只有个人免税额那1万多的时候，你是肯定不用交税也不用补税的。但你所有报税的内容呢都需要考虑进去，才能知道最少买多少 RSP 可以达到不用交税或者不用补税的这个效果。这跟报税过程呢几乎没有什么不同，你需要所有的数据。而且呢这个我还得在软件没有出来的情况下手工进行，收费呢就可能不会低于你报税的那个收费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是拿工资的，我并不知道你的雇主在工资单上总共有扣过你多少税，而且你有多少个T4 或者什么这些来组成这些收入，所以呢我也不可能知道你买多少不用补税。也就是说我无法解一个方程式当中有2个以上未知数的这个题，而且这个未知数呢还可以达到几十个甚至更多。如果是不用交税呢，倒是可以不用知道已扣税的金额，但是呢我也无法知道您的 tax credit 和其他的一些减税项目，也是一样的结果，是计算不出来的。那在没有任何收费的情况下呢，我更不可能承担所谓计算的这个后果。所以呢这种情况下，我一般只会推荐您用一款 KPMG 的在线计算器去按自己的偏好来计算。其实我大可以将你的数字直接放在这个计算器中，然后立刻告诉你结果啊，你只要交到20.06%这一档的税，然后你交多少。但是这个结果是对的吗？这个我就不能承担这个责任了，因为我只是这样简单的告诉你，比我这里啰嗦这么长一段肯定是要省事的多，而且客户也会很高兴，觉得我的服务很好。但是呢我不能这样做，因为作为从税务会计的角度跟理财顾问是不一样的，我是要有我基本的严谨，而且呢也不会承担呢非收费建议带来的任何后果。这里我将这个计算器的链接呢放在这里，大家有兴趣呢可以自己去算，就放在视频下面。如果大家知道自己的情况，而且善于利用的话，这个计算器还是很方便有用的。那这里的这个链接呢是2021年的，但是大家用这个链接呢将来也很容易找到新的年度的。那还有人会问呢，那我不想多买也不想少买，就想让您帮我计算一个差不多正好的。那什么是正好的呢？因为多少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对你来说多，可能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是少。因为经常很多人问这个问题的收入呢本来也就只有3-4万，那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根本就不会去考虑 RSP， 所以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你其他年度的收入会是多少，我是不可能给你答案的。如果您就是不想交税，而且呢手头也有闲钱的话，
你可以在 contribution room 呢允许的情况下稍微多买一点，因为你觉得你计算不准确，你可以稍微多买一点。那在报税的时候呢，我再来决定用多少。因为买多的时候呢，并不需要在当年全部用掉，所以呢，它没有那么精确，不是那么严重。你也可以延续到以后年度来使用，而且没有用过的呢，你还可以再取出来，不会增加你取出年度的税收。唯一的影响呢，只是占用了你的那个 contribution room。那有的客户会觉得不会这么夸张吧？为什么甚至可以买到收入为零？这不是明显不合理吗？那对我来说呢，这也是要考虑的情况，因为当有些客户的收入降到零的时候，虽然不能为自己省税，但可以呢将个人的免税额转给配偶，这样呢配偶可以省税，而且还可能符合一些跟其他一些税收无关的社会福利。我在不知道这些信息的时候呢，不可能随便给建议，不然因为我的建议，客户失去了很多其他的福利，这都是可能的，我是不能承担这个责任的。那很多人呢都有很多跟理财顾问打交道的经验，这些理财顾问他们的知识面也很广，而且呢也会很热心免费的给您很多建议。但注意，他们不是 tax accountant， 我们呢完全属于不同的行业，然后 service 和 product 就是产品和服务呢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我记得 CPA 协会曾经给税局的一个邮件，就是讨论T1135的一个邮件中提到呢，当时有些地方不明确，实务中很难进行，说我们 CPA 呢就搞得无法适从，而社会上的税务知识普及工作呢，则往往是由理财顾问来做的云云。其实很多理财顾问知识面很广也很专业，但他们从事的呢行业毕竟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，而客户呢可能以为都是差不多的，才会期待我们呢也像理财顾问那样给出建议。当然呢，也不排除有会计这样做，但这呢完全是个人选择了。那还有很多人觉得呢，钱是有时间价值的，那现在不用交税，将来退休或者没有收入的时候拿出来用，不是很好吗？而且增值呢也可以延迟纳税，是不是应该买到基本不用交税呢？那我的回答是呢，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我呢是没有办法预测你的未来的，甚至不知道你现在的投资和消费计划，你自己也无法预测未来。但是呢，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偏好，而我是不知道的。我不能以我的偏好来决定客户的，因为我自己呢不是投资高手，也不是理财顾问，我只是 tax accountant。但是呢，我可以提醒客户呢，考虑到 RSP 不利的一些方面。那第一，取出的时候呢，虽然你是认为是收入较低的时候，但仍然呢可能对其他的一些福利造成影响，比方说 GST credit、牛奶金、GIS 这些。那第二呢是 RSP 在71岁后呢不取出就会强制转为 RIF。那 RIF 呢，在成为 RIF 之后，每年都有一个法定的最低的提取额。那这个最低的提取额随年度增加呢，它是增长的。这个呢也会影响到你未来的GIS 这些有可能。那第三个呢是 RSP 呢，对于你来说是一个100%透明的资产。那有的人呢就不愿意把资产放在这种 registered 的账户，比方说我就不喜欢把资产放在 registered 账户。那第四呢是 RSP 呢，取出的时候都是100%要交税的。即使有些收入呢是来自 capital gain， 也是一样要100%交税。那当然呢，亏损呢它也是100%能抵税，但是谁投资的时候是以亏损来规划的呢？所以呢，如果你的收入呢是很多来自 capital gain 的时候，那 RSP 呢就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了。那第五呢是 RSP 的投资有限制，它并不是所有的项目你都可以去投资。可能呢，这样你就不能投资呢自己想要投资的领域。那第六是既然你觉得资金是有时间价值的，那你为什么要 value 未来的这个多一些的钱比现在少一些的钱更有意义呢？ RSP 呢可能并不适合更愿意现在消费的朋友。你老的时候去消费，去吃饭穿衣旅游，这些意义呢可能跟你年轻的时候去消费呢完全不同。所以这个呢完全是个人偏好的问题。那最后呢，大家问，那在这些的基础上，我有什么建议吗？那我的建议呢也还是很明确的，就是说，如果 RSP 对你很重要的话，你完全可以列一个表，将自己所有的预期都 project 到这个表里面，列出每一年的收入的预期，还有自己的一些计划，直到自己预计的寿命的这个未来的所有这些年度。
然后呢再看每一年的收入，买多少 RSP 呢是可以起到一个平衡收入的作用。但是我要表明呢，我是不会去做这个事情的，因为当一个 project 的准确程度因为未知项太多达不到一定的可依赖性的时候呢，我一般不会去做这个事情。我属于比较懒，愿意接受命运的。据说很多人这种 A player 他不是这样的，一切呢都在掌控之中。那我呢这就不是我的偏好了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。但呢，我会在某一年的应税收入呢比较明显高于其他年度的时候呢，也会用 RSP 来平衡一下。如果我觉得必要的时候呢，我也是会去做的。那另外呢，还要补充的一点就是 spousal RSP 呢是有所不同的，是有平衡双方收入的一个好处。但是这个呢也有一些限制，这个以后呢有空再专题讨论。其他的有些内容呢也可以再补充。那好，今天就讨论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